近日，美国川普政府正式宣布对进口汽车征收25%的关税，而日本作为美国的前3大汽车供应国之一，很难不受关税加征举措的影响。日本首相石破茂承诺要采取措施保护国内就业，甚至会考虑当面与川普磋商相关情况。那么石破茂的执政手腕究竟如何？这就要从其本人的打拼经历和政治生涯谈起。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现任日本首相石破茂。石破茂在1957年2月4号出生在东京的千代田区，但他的注册住址呢是祖籍所在的鸟取县。石破茂的父亲石破二郎是中年得子，直到48岁才等来了石破茂的降生。当时的石破二郎呢，也是因为担心自己年龄比较大，去医院看望新生儿会有些尴尬，所以还是先派的秘书高岩迪介去医院看望母子。而在石破茂出生之后，石破二郎的事业也迎来了大变局。原本在东京担任建设副大臣的他，在1958年成功当选了鸟取县知事。因此石破茂在人生刚开始时就经历了一次大搬家，从原先居住的东京搬回了祖籍地鸟取县。回顾他的整个青少年时代，也没有多少关于东京的生活记忆，而是在鸟取县八津郡的群屋镇一直住到初中毕业。由于父亲政事繁忙，石破茂在鸟取县的成长经历中受母亲的影响不小。茂母呢是一位日语教师，十分热爱教育事业。他的祖父则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基督教牧师与传教士金森通伦。或许是受到母亲家族的影响，石破茂本人在18岁时也在日本联合基督教会的鸟取教堂受洗，正式成为一名基督徒。不过这都是后话了。在此之前，石破茂主要是在鸟取县成长并上学，并应母亲的要求，他在读小学时有一个既定习惯，就是每天放学回家之后都要大声地朗读大约1小时的文学传记，这对一个人的语言逻辑能力无疑是一种很好的锻炼。从鸟取大学教育部附属小学毕业后，石破茂又继续入读了教学部的附属初中，高中阶段则去往了庆应艺术高中。1975年，18岁的石破茂顺利进入了庆应艺术大学的法学院法学系就读。其在大学2年级期间，还成功获得了全日本学生法律辩论赛的第1名。这种能言善辩的本领，想必就是母亲带来的影响。不过，尽管大学学的是法学，本人也比较能言善辩，但1979年大学毕业的石破茂也没有多少从政的想法。他一开始原本打算去做一名记者，或者是去日本国铁公司工作，但这些想法都因父亲的反对未能成行。石破二郎最后还是给儿子在三井银行找了一份工作。三井银行方面认为石破茂在大学期间不论是学业还是课外活动都表现得不错，因此最终还是聘请了石破茂。据说当时他的父母听说儿子被录取了，全都松了一口气。不过如果我们站在上帝视角来看，石破茂在自己的青年时代最想选择的职业，恐怕还是日本国铁公司的职位，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模型迷与铁道迷。作为一位模型爱好者，他热衷于制作军事模型和铁道模型，并且对模型的细节都处理得十分精致。他对铁道文化也有着深厚情怀，经常乘坐列车穿梭于日本各地，也喜欢在列车上欣赏着沿途的风景，穿梭在日本各地感受祖国的风土人情。但后来的石破茂不但没有进入国铁公司工作，甚至连家里介绍的银行业工作也没有做多久。而造成其人生重大走向的变化契机呢，就是父亲石破二郎的离世和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的点拨。我们下面就来看一看石破茂的从政之路。正如我们之前说那样，石破茂的父亲石破二郎本就是日本政坛重要人物，曾担任运输大臣、通商产业大臣等要职，曾在1972到1974年出任过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也是石破茂的好友。1981年9月，年事已高的石破二郎离世，田中角荣便劝石破茂放弃银行工作，接过父亲的衣钵，投身政治领域。
石破茂对此是深思熟虑了一番，并在1983年离开了三井银行，前往田中角荣领导的星期四俱乐部秘书处工作。所谓的星期四俱乐部，就是日本自民党曾存在的一个派系，有时呢也被人称作田中学派。石破茂在俱乐部秘书处工作期间，也逐渐积累了一些政治知识，了解了一些工作方法，这就为他正式开始竞选议员打下了基础。1986年，石破茂正式开始参选众议院议员。由于年龄尚轻，在政治派系中根基未稳，他决定先从熟悉的鸟取县选区起步，以鸟取县选举的自民党议员身份参与了第38届众议院大选。虽然获得选票数并不高，但也如愿当选了众议院议员。当时的石破茂只有29岁，是国民议会中最年轻的议员。到了1990年的第39届众议院选举中，他又成为了鸟取县的最佳候选人，并在同年进入众议院农林渔业委员会任职。1992年，石破茂又在时任首相宫泽喜一改组的内阁中担任了农林水产政务次大臣，并开始负责一些实际政务。然而，石破茂的政治生涯也并非一帆风顺，因1993年自民党在选举中失利，沦为在野党，石破茂也随之转投了由日本政客小泽一郎领导的新生党。可在新生党内部呢，他的政见又和其他成员存在分歧。石破茂深感自己无法实现政治抱负，于是又选择退出了新生党。自此，石破茂经历了一段政治生涯中的徘徊期，直到1997年，他才决定重回自民党，并一度几年未能担任重要职位。而转机发生在2002年，石破茂等到了政治生涯中的重要转折。他首次入阁，担任了小泉纯一郎内阁的国务大臣兼防卫厅长官。这一任命使他在国防事务上拥有了重要话语权。担任防卫厅长官期间，石破茂积极推动防卫政策的调整和改革，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展现出较强的行动力和决策力，这显著提升了他的党内地位。也正是在这一阶段，另一件对石破茂造成重大影响的国际事件爆发了，那就是海湾战争。石破茂被高科技战争所震撼，认定日本在国防领域需要进行改革和发展。此后，石破茂主要都在防卫省工作。2007年，他又陆续在福田康夫内阁继续担任防卫大臣或者其他防卫相关职务。后来麻生太郎胜选，石破茂又重新干回了民生领域的老本行，开始出任农林水产大臣，直到2009年鸠山由纪夫内阁上台。而石破茂在本人最终当选日本首相的这前10几年里，石破茂基本在各个部门大臣的职位上游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原地踏步，因为他一直都在尝试竞选自民党总裁，向首相的职位发起冲击。2008年，石破茂首次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但最终落败。2012年，他又再次向自民党总裁之位发起冲击。在第一轮投票中，石破茂表现出色，但第二轮投票当中呢，还是没能战胜政治资源强大、党内广泛支持的安倍晋三。石破茂再次惜败，随后出任了自民党干事长一职。到了2018和2020年后，石破茂又2次尝试竞选自民党总裁，但也都以失败告终了。这位曾经的日本最年轻的众议院议员，最终还是没能成为最年轻的首相。不过正所谓好事多磨，石破茂最终还是在2004年当选了自民党总裁，这是他第5次参与自民党总裁的角逐了。他这次主要竞争对手是高市早苗，也就是现在的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与高市早苗对比，石破茂的政治履历显然更有说服力了，胜选也是在情理之中。2024年10月1号，石破茂终于凭借自民党在执政联盟中的优势地位，在临时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首相指名选举中获得了超过半数选票，顺利当选了日本第102任首相，并且因为政局变化，他很快又在11月11号再次参与首相选举，并当选了第103任首相。那么最终登顶日本政坛，如愿当选首相的石破茂又推出了哪些举措？我们下面一起来看一看。
石破茂当选首相后的第一个挑战呢，是自公联盟在解散众议院后遭遇失利，自民党原本占据的多数席位有所减少，在众议院中的优势地位被削弱，这无疑给石破茂政府的后续政策实施带来一定影响。但总的来看呢，他首先改变的是财政资金的划拨，例如改善日本自卫官的待遇，改善其他民生项目的资金分配。在外交政策上，石破茂则强调日本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希望日本在日美安保条约和日美同盟关系中争取更多话语权，既要维护同盟关系，又要避免过度依赖美国。在经济政策上，他主张建立抗危机经济政策，旨在加快新资本主义步伐，在适当时候可以通过增税来增加财政收入，用于改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他提倡提高最低的平均时薪，并推动劳动市场改革，但这说实话都不是非常好做的工作，需要一定的决心去推行。不过在如今的日本社会，石破茂作为首相的民间形象倒不是以雷厉风行著称，有许多年轻人认为他其实是一位比较亲和和有趣的人。例如他本人其实是拉面狂热爱好者，早在银行工作时期，他就养成了吃拉面的饮食习惯，只要有空就会去品尝各种拉面。2023年，他在故乡鸟取县创造了一项纪录，那就是在短时间内品尝了当地众多拉面店的特色拉面，对每一种拉面的口味、汤底、面条都简单点评了一番。石破茂还积极推动了日本拉面文化的发展，倡议成立了拉面文化振兴议员联盟，致力于提升日本拉面在国内乃至全球的影响力。此外呢，石破茂本人还是一位铁杆的动漫迷。2018年4月1号，他还曾扮演日本动漫《七龙珠》中魔人布欧的形象，作为民众愚人节仪式之一，展现了其风趣幽默的一面。并且石破茂还有丰富的追星经历，他自称演艺通，对日本演艺界的事情是了如指掌，也是上世纪70年代日本人气偶像组合 Candice 的狂热粉丝。在他办公室里还放置着 Candice 的手办，毫不掩饰自己的追星热情。在日本政界可以说是一位比较有个性的坦率政客。至于石破茂目前在日本的执政表现究竟如何，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发表看法。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